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可能性褶皱，我是 Fofo， 我是哈黎。今天想来聊聊不玩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哎，这个话题真的，我最近2年都在研究这个事情。Fofo， 我很想问一下，你的屏幕使用时间是多少？就刚好昨晚想到今天要录节目嘛，所以特意看了4个多小时，真的比我以前好太多了。因为我以前就是刷手机刷到每天差不多是9个多小时，周末只会更夸张。我就是自从发现自己的屏幕使用时间有时候高达8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我真的觉得超级可怕。然后从那天开始之后，我就很有意识的想让自己远离手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每天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的那个时刻，你除了必须去做下一件正事，你还能做点什么，以及你还想去做点什么。因为我发现手机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无形的能量场，它吸走了我们大量的碎片时间。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当手机被放下之后，我们的生活还有哪些替代选项。我们把自己平常放下手机会做的事情分成了在家和外出2类，所以呢，无论你是 E 人或者 I 人，无论你想在家还是想出门，希望我们这些小 tips 能给到大家提供一些生活灵感。那我们开始吧。那作为一个大E人，我收获能量的方式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去户外，去爬山，去有植物的地方随便走一走。以前其实对我来说，户外压根就不是我的考虑选项，因为外出对我来说更多的可能比较偏向于约饭啊，或者逛街。后来我是在《贪婪的多巴胺》那本书里面学习到，我们大部分时候刷手机获得的其实是碎片化的多巴胺，那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面造成我们生活的悬浮感。而内啡肽这种激素是我们在当下能够感受到安定呀，感受到幸福的一种激素，而接触自然和适度的运动是非常能够有效的提升咱们体内的那种内啡肽水平的。哎，是的，就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能认同，就是真正的幸福其实是平静和安定。就是我现在也能够慢慢的理解像徒步这一种我以前觉得很无聊的运动。没错，就是在我第一次爬山的时候，我有一个降低自己内阻力的小办法，可以跟想去尝试一下的大家分享一下。就我分析我自己，其实主要是因为担心我自己体力太差了，所以呢，别人可能会催我嘛，就在别人经常邀请我的时候，我就会果断的拒绝别人爬山的邀请，所以我也没有喊别人。那我就在周末独自一人，就非常早的去到了山脚。我想着，我就大不了慢慢走。别人呢爬3个小时，我爬6个小时也没关系，因为没有人催促我，我也不会耽误别人的时间而感到心里不太舒服。那结果我相当于就是因为第一次勇敢的尝试，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真的，我觉得第一次尝试太重要了，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契机。然后说到去户外，就是我今年也强烈的感受到了户外的魅力。虽然我可能不是那种太爱爬山的人，但是我今年发现我自己真的超级需要太阳。就是上班了1周，我有时候觉得累到了只想躺平，但是我有一次就是强迫自己，我说我今天下午就是要出去，然后我就选到一个能够晒到太阳的咖啡厅，我就坐了1个下午。然后我就会发现很神奇的一点，我本来觉得非常的乏力，但是我浑身似乎就变得充满了能量，然后我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都变得顺利了很多。所以我现在真的对阳光充满了敬畏心，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觉得自己乏力，好像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来气的时候，去晒一晒太阳，真的很有用。说不定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基因编码，或许跟天气它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就当阴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 emo 一点，然后像出太阳的时候，我们晒着太阳很容易感受到快乐。然后除了像爬山之外，哪怕我们去公园走一走啊，江边走一走啊，其实都会发现还蛮有意思的。以前我对周边的环境其实是会有一点熟视无睹，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到处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小细节。那我在下班走路回家的路上，我会看到好看的树枝剪影就会拍下来，然后看到那种非常漂亮的夕阳，我就会觉得哇，今天又是一个很美好的一天。我回到家里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享受我的生活，然后我从工作呀、家呀这些封闭的环境里面去转换到这些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踏实感。就是我去观察世界，我去参与世界，是
无论我刷多久的手机，其实是换不来这种幸福感的。我记得你当时第一次跟我分享你走路上下班的时候，我一开始觉得还挺惊讶的，但是慢慢的我就看到你平时跟我分享那些你路边拍到的景色啊，你看到的平时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我真的觉得这个过程还蛮治愈的，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就是以前我是那种能打车我绝对不走路的人，我现在就会觉得，我主动选择去走走路，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真的会感受到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没错，就是如果大家给自己一次轻松的尝试，我相信大自然带来的那种内啡肽，其实会让我们生活的齿轮开始转动，会有更多内在的力量推动我们去参与世界，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世界。然后在这里，其实我还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时不怎么晒太阳，或者你的防晒做得特别好的，你有可能要关注一下维生素 D 的水平。是因为我之前去体检的时候，维生素 D 的水平就很低，就是比正常值低很多，过度防晒了。对，这就是我平时我有时候觉得乏力的原因，因为维生素 D 和你的心情和你的整个体力的状态都是息息相关的。好，然后呢，我接下来还想分享一个不玩手机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各种各样的团购体验课。因为我看到好多朋友说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爱好，就除了玩手机好像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其实这个就非常的适合大家去探索，我已经推荐给很多朋友了。就是你不用一开始就去报那种非常非常贵的班，让你投入很多的金钱和精力，然后你无形之中就觉得被绑定了嘛。然后呢，这个团购体验课不是那种长期班，它纯粹就是相当于给生活来一次低成本的盲盒式的探险。太是了，我之前就是被那种低成本打动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心理负担，我觉得哪怕体验完不喜欢，我也不会像硬报那种长期课一样的被绑在那。同时呢，我的荷包的压力也会特别小，那就可以让我有更多的选择呀，我可以去选择我自己更喜欢的那些。就是它是一个很轻量化的体验。对，而且大家就可以尝试一下，在手机里面那种常用的团购软件里面搜体验课，就会发现有超级多选择，比如说陶艺课啊、油画呀、烘焙啊、跳舞啊、攀岩、水彩、素描等等，真的很多选择。然后我参加过的费用基本上就是9.9块，甚至有的只要1元。那对于解锁一个新的体验来说，真的非常值得。就是我觉得你对它的期望或许不会太高，但是但凡你收获到一点点，你都觉得是惊喜。我觉得真的很像开人生彩蛋一样。是，就我说起来，我就想到我之前上健身房的内阻力特别大，然后我也是被朋友安利说试试团课，先去尝试一下嘛，然后是觉得实在不行的话，它也就99块钱3节课，那我就说，那就去一下呗。尝试的结果其实是给我开发了各种各样的运动类的启动，比如说像游泳啊，像网球啊，我之前会觉得哇成本很高，那我好像选择要去做它的话，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我这段时间的时间，我的金钱的一部分投入肯定是要放在这的嘛。那像现在就因为这个团购，我的这个内阻力就会降得非常低。比如说当我觉得我不会这项技能的时候，我会等于我像无头苍蝇一样，我去那边我就没有任何趣味。那现在就相当于如果团购课我就不用担心。那比如说当我会觉得我想去做一项运动，但是没有朋友陪我一起去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个人有点无聊有点尬，那我现在因为团购课我就不用担心。确实我觉得这种团购体验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启动方式。你并不需要提前会这个技能，你就去学的，是，而且你也并不需要同伴，你就可以专注在技能上，然后说不定你在学这个技能的过程还会遇到更同频的朋友。因为你想，你愿意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可能来尝试一件新鲜的事情，他可能本身跟你就是一个本身就跟你是同频的人，对，然后坐在你身边的人没准就成了你的新朋友。就是如果没有特别想去团购课啊，或者说团购学习类的东西，会觉得那些东西不如吃喝玩乐来的更开心一点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逛吃类型的线下体验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就是相当于是主动去拓展自己的生活圈边界嘛。团购课本身也是这样哈，就这些体验它不用多贵，但是呢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非常多的新鲜感。比如说我个人我就非常喜欢去看展，不管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博物馆的这种历史呀文物的展，还是写字楼啊，或者说是一些艺术场馆里面的那种小众先锋艺术展，都可以去溜达溜达。
我会觉得都还蛮值得看一看的，不管看不看得懂。然后博物馆呢，一般都会有免费的那种公共讲解老师。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看的那个遇见庞贝展啊，那个展其实我当时还挺想去看的，真的非常精彩。我当时遇见了一个充满热情和知识的讲解老师，他不仅就是通过他自己的历史知识的积累嘛，他旁征博引，还观察到了非常多他自己在这一套文物里面看到的一些细节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他带我见识到了就是文物的背后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非常生动的人和这些人他们的生活的。那这些东西对于我而言肯定是要比刷手机里面15秒的短视频要更加生动更加有魅力的。我觉得相较于刷手机这种被动输入一些可能我们有时候想汲取的知识，我会觉得看展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更让我想去尝试。所以我现在呢也经常会去选择一些展览去观看。然后我选展的方式其实还蛮简单的，我就是在小红书上面搜我在的城市加展览，然后我就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展览它都会在小红书上面做宣传，以及有很多网友都会给我们整理好每月的展览的清单。那我们挑自己感兴趣的，直接周末就冲过去看。我刚刚脑袋里面突然想到，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去黑胶唱片店。就是我前几天和一个非常爱音乐的好朋友，我们2个约饭，然后我们吃完饭就想散下步嘛。他带我去这个饭店边上有个小巷子，里面有一个比较这种有点文艺范的这个黑胶店。其实我对音乐不算特别的感兴趣，就是我当然听，只是说我可能不到发烧友的级别。那我就想着说陪他逛一下就好了，我们等一下反正还要逛别的地方嘛。结果一进去我朋友拉我都不愿意出来了，因为我就彻底被吸引了。就首先那些唱片他们的封面设计是很精致的，你会觉得这种复古感也好呀，或者很精致的这种插画等等之类的会非常有意思。几个店里面都是很漂亮的。那同时呢，我曾经想象中的黑胶唱片应该非常非常贵，是有钱人玩的一个小资游戏。但是我朋友他自己是骨灰级乐迷嘛，他带我翻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好多不是那么热门的歌手或者不是那么热门的专辑，其实非常非常便宜。你甚至可能可以淘到一个就是你在网络上面都不一定找得到的音源。然后我之前就会觉得，好像淘到了只能拿回家听嘛，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可以跟店员进行沟通了之后，你可以让他帮你放，然后在那一刻，整个店里面你就会觉得时光慢了下来，你在那个氛围里面是久久出不出来的，你会觉得很治愈。说到这个我其实也挺喜欢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博主，他家里就有一整面的那个黑胶唱片的柜子。所以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哇塞，原来就是喜欢黑胶能够喜欢到这种程度。所以呢，我现在每次遇到黑胶唱片店我都会进去逛一逛，有时候看到非常好看的封面，哪怕我家里没有黑胶唱片机，我买回来放在家里，我觉得也是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摆设。就是这些线下的体验其实是能让我们跟这个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生活连接的更深的，因为我们不再只是待在自己熟悉的一个小圈子里面，就公司啊家呀或者学校边上那种3点一线，而是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地图上面一个一个小点去解锁。那我们这些很平常的日子肯定是自然而然的会变得更加有滋有味起来。然后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出门的小灵感，那就是逛菜市场。这个其实是被我男朋友影响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逛菜市场的人，就是我们出去旅游他也最想去当地的菜市场逛一逛。然后慢慢的我好像也发现，是了解一个地方很快的方式就是去当地菜市场逛一逛，因为那个地方是最没有被打造也没有商业化的地方，能感受到一个最真实最接地气的城市的一个模样。是的，而且我自己旅游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越远的地方人文它越不一样嘛，然后它的土壤的产物，就那些你在菜市场在集市上面看的东西，其实是可以跟我们平常熟悉的环境里面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会带来很大惊喜的。是的，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平时很容易心浮气躁嘛，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刷手机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每天看这个看那个，比来比去。但是菜市场我觉得它不一样，它是一个非常结实非常接地气的场域，我觉得它可以把人拽到地面上来。我每一次逛菜市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那种生活的
鲜活感。就我非常喜欢一个词叫做生活参与感，就比起刷手机里面的美食视频啊，或者各种探店视频，我会觉得自己去一下菜市场是非常有生活代入感和参与感的。对，我就觉得每次一走进菜市场那个感觉就来了，就是你眼睛看到的颜色是非常鲜亮的，然后耳朵听到的声音是热闹又具体的，而且我觉得连空气当中的味道都是活的。是的，你会闻得到辣椒的香气，你甚至都可以去联想到它的那种辣辣的感觉。对，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混合着泥土、生鲜，还有一点点熟食的香气。是。因为我有时候在菜市场逛一逛，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我觉得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大家都在扎扎实实的生活着，就不像我在网上每天刷到的内容一样那么悬浮。然后我就记得周轶君说过一句话，就是焦虑的反面是具体。我觉得像买菜这种具体的事情，它传递出来的这种烟火气，很多时候是能够缓解人的焦虑的。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在线下其实有很多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就我自己一人嘛，我特别喜欢跟店主聊天，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对话，你就可能跟他释放出来一种善意，你往往会接收到的，或者说会回收到的，都是善意和温暖。就是你跟他说一声谢谢，或者你跟他寒暄一句，他可能会特别热情。我觉得那种熟悉的温暖的邻里感就是这么出来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发现真的要跟很多真实的人产生真实的链接，然后幸福感的来源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你激发我想到一个前年我偶然探索出来的周边城市 City Walk。 因为我以前总是觉得旅游就得去比较远的地方嘛，就离现在这个环境比较远的地方，花上个3-4天呐，甚至更多的时间才算真正的旅行。那周末我是从来不考虑外出的，因为我会觉得不够玩，也玩不动。确实我也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以前总觉得我要等某一个长的假期，然后我要好好的策划一下才能出行，然后最终导致的就是回过头一年看，好像也没去2个地方。是，就是有一次是因为我在网上面刷到了一个展，我特别想去，其实离我也不远哈，就是高铁也就1个小时，然后我就直接买了票就过去了。然后我看完展的时候快中午了，我没有直接买回程票，我就想说我可以到这边来找一些好吃的东西嘛，然后就找了一个苍蝇馆子试吃了一下。然后刚好那个苍蝇馆子它是在一个他们老城区，然后我就在整个下午都在他们老城区里面慢慢晃，然后回来那一天大概总共也就花了5个多小时吧，就加上高铁来回，就吃饭和车票可能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就相比较去更远的地方旅游，我会觉得这种周边城市的 City Walk 非常的轻松，就是让我内心毫无负担，且我会觉得又很充实，我的生活又被填满了。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需要那种说走就走的轻松感。那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又不现实，对，那去周边的城市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各方面的成本都不高，就是你不用花太多的钱和精力就能够感受到，我的生活还是有掌控感的。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就是我们不再期待一个远方的旅游，不再期待一个被好好规划的旅游，因为那个往往很难实现。是，而且我就是因为这一次经历，我就被自己启发到了嘛，所以我后面就不断的去开发周边的城市。因为我相信就是以高铁站为周边导向的一定是四通八达的，就中国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然后每个城市它其实无论是建设呀还是人文历史，肯定都是各自有各自的这种文化呀，好吃的东西肯定是好玩的。虽然有些城市它一定会在城市的建设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你去吃一下不同的菜，溜达过程中你发现一个可能你很难从网上面找到一些地图隐藏小彩蛋，它就会让你的周末被填充非常多的记忆和细节。说的真的很对。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城市，然后每天重复着2点一线，我会觉得感官真的会慢慢的生锈，就是会变得有点麻木，就好像我的生活总是在重复的播放同一段的 BGM， 这一切都太熟悉了，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真正的生活在别处的感觉。对，会疲惫。对，我会羡慕别人，别人的很精彩的生活，所以我现在特别珍惜去其他城市走一走的机会，那种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感到好奇的状态，我觉得很珍贵。
哎，是的，而且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当你外出，哪怕是一个很近的、很相似的城市，你再回到自己天天居住的、你非常熟悉不过的这个城市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有更加不同的视角的。没错。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实在是没有太多机会去到周边的城市，然后我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生活的这座城市，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巨型的盲盒。因为我之前就发现自己两点一线的生活太久了，我对城市里很多地方我都不了解，就是我是一个完全要活在导航里的人。在我们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圈之外，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城市还有好多点你是没有打开过的，你是没有探索过的。所以我的现在一个探索城市的方式就是可以以某条路为起点去探索。就比如说我今天下午就某某路这一条整条街我把它逛完，我不用带着什么目的，我就把自己当做第一次来这条街的游客，然后在这条路上我就会发现，哎，我以前都看不到这些很有趣的东西，很有趣的店。然后呢，哎，我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就会发现，那我看到很喜欢的店，我就会立刻打开我的手机地图，亲手标上一个小星星。哎，那我今天标一个，下个月标一个，慢慢的我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它会有一个独属我的城市地图。哎，你这个好棒，它会让我想到我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曾经在某个无聊的周末，我就尝试坐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里面其中一个，我不知道它会去哪，但是我就坐到终点站，然后我就慢慢散步散回来，就是沿着那个公交车走嘛，我也不怕，我走累了我就大不了再上那个公交车线，它也可以直接到我家。然后同时我就会发现，哎，好不一样哦，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这么久，我还没有看到过这块地方，哎，这边居然有这么好吃的小吃，哎，这边居然有这样的风景，我就会觉得很有趣。你这个也很妙，就是以公交线路来探索，哎，真的很棒。然后我就会还有一个很真切的体会，就是我发现当我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之后，我会更容易对一些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包括我在路上的偶遇，打开我的小小雷达。是的，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哎，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相信，我和 Fofo 就是这么认识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朋友，就是我们在一个很普通的周末下午，然后我探索城市闲逛累了，然后我就随机的选了一家咖啡厅坐下，然后呢 Fofo 和他的朋友就坐在隔壁桌，然后他们在聊一个我很感兴趣的话题，然后社牛的我就跟他们自然而然的聊了起来。然后现在我们居然成为了如此合拍的播客搭档，然后平时也会去一起探索城市啊，一起探店啊，有时候感觉想想都好神奇哦。哎，是的，就是如果我们当时两个人都低头刷手机，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肯定真的就错过了。其实我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友情和这样的经历，真的就是放下手机会有意外之喜最好的现实佐证。是，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些算法它无法计算的，然后又很珍贵的连接，有时候就发生在我们放下手机，然后选择真正的活在现实的生活中的那个时刻。是的，那以上呢提到的是外出，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不出门在家的话，我个人非常推荐做手工，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哎，我还蛮经常看你做的，然后我一直都还挺好奇。就是其实我最开始接触手工是非常偶然的，就是我有一件很喜欢的 T 恤它破了，所以我就想到网上面去学一下怎么缝补。结果呢，就是看到有那个网上视频是旧衣服改包包的教程，然后我觉得还蛮简单的，于是我又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哎，我真的一直觉得这个技能超厉害，因为我经常就是我很想去缝一个东西，但是我就觉得我不会。其实一通百通，就是如果你开启了第一次的话，你会发现还有其他的，你慢慢都能上手。就我此外，我还学会了像织围巾啊、勾包包啊、旧衣服改新款式啊，就是那种从无到有的这种创造感，真的非常的神奇。我第一次织围巾刚好是我闺蜜30岁生日，她是决定独自去云南旅游嘛，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但是后来看她发朋友圈的时候，她不是带着我这条围巾去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我就会有一种非常开心非常荣幸我参与了
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一天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勾的那个包包，我自己背着出门，然后就听到朋友啊，或者甚至有路人他都夸过，他说哇你这个包包好好看，在哪里买的？哇那一刻可把我骄傲坏了。我真的被你种草到了。而且我觉得做手工肯定是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的，对吧？是的，就是我们盯着那个针线的时候，手机消息其实我都不会去看，就你不知不觉很容易沉浸进去。哎，真的，我觉得现代人类好需要这种心流时刻，因为你会发现有太多东西阻止我们进入心流了。而我觉得大家如果看过《心流》那本书，就会发现心流真的是幸福感的最佳的来源。好，这个已经加入我的体验清单了。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最近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好像触发了什么隐藏基因，就是我的 J 人属性彻底大爆发了。哎，你不是 P 人来的吗？哎，真的，我以前真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真的能从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件事情里面获得一种巨大的平静和幸福感。就是这个转变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还蛮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的。快讲一下，我真的蛮好奇的。哎，所以我怎么从一个几乎不做家务的人变成现在能从家务中感受到幸福的人呢？首先要先说到我的成长环境，就是首先我的妈妈是一个对生活环境和品质要求特别高的人，就是我家里从来都是一尘不染的，床单被子永远都是整整齐齐的，就我无论什么时候回到家里都是非常整齐。所以我小时候呢，虽然活在这种舒适的环境里面，但是呢它也是会有微小的压力存在的。能理解。所以我长大之后就进入到了一种叛逆期，就是心里总想着为什么家里非得这么干净，我就不能乱中有序的活着吗？那多自在呀。哎，不是还有一些人他会说那个找那个理由，就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哎，是的，这也是我以前经常跟我妈妈说的话。然后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真的经历了一段失控期，我就发现维持一个家的整洁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如果不收拾几天就会乱得看不下去。然后那段时间我就用乱周有序这个说法麻痹自己，但是我心里总有一个隐隐的声音在说这并不舒服，我并不喜欢这样。我太懂了，就是我觉得在家里环境整洁，在你休息的时候真的脑子会舒服到冒泡泡。所以在那个阶段呢，我妈就是当然一边经常来帮我打扫卫生，然后一边苦口婆心的跟我说，她说你真的相信我，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那种幸福感真的非常的强。然后我以前不懂，我觉得这就是一句空话，但是这个有一个转变的节点，大概就是从我下定决心处理掉我家里那个很笨重的大茶几开始的。然后我就把我家里的客厅都腾空了，我买上了地毯，然后我喜欢的一些小物件，然后我打造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一个空间。然后哇，那一刻我坐在沙发上，我就说天哪，我好喜欢待在家里，就是我开始体验到了一种创造自己居住环境的快乐。而且我发现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增加自己掌控感的过程。然后我就发现我从整个收拾家里整理物品的这个过程中，我好像也悟到了一点人生哲学，就是我觉得好好对待自己的居住环境，让自己每天回到家都感到温馨舒适，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具体非常实在的爱自己的表现。太赞同了。我觉得我不再让自己每天身处一个混乱的环境当中，我发现人的磁场真的会被环境影响，就是我每次把家里收拾得亮亮堂堂的，然后阳光洒进来，然后我觉得我工作学习的动力都会莫名的增加。就我说不清这是玄学还是科学，但是这种力量是真实存在的。没错，就是整洁的空间真的会给人一种底气，就是会感觉到我是能够把自己生活打理好的那种人，所以我面对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相信我自己，我也会更有信心。是的。然后关于怎么开始去进行这个工作，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他想要来一次大扫除，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难启动的，说实话，因为工程量还蛮大的。真的很巧，我同事今天下班都还在问我怎么收拾。我相信这一定是很多人的困扰。对，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里面有太多的细节和智慧了，就是我学了好多技巧。然后呢，我现在的心得就是我们可以分阶段来做。
就是比如说你家里现在比较乱，你不要想着一口气把它全部收了，这个不太可能。就比如说上个月我的目标就是我彻底把我的衣橱的系统给整理好，所以呢我就根据了我的穿衣习惯、我的衣服的分类，还有我每天换衣服的那个动线，以及我还考虑到换季的整个流程，我就重新规划了我的储物空间。然后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有那么多衣服被忘在了某个角落，可能以前我根本就放在里面我就忘记了。然后呢，在整个整理的过程中，我也终于跟很多我的旧物品告别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做家务的过程，断舍离一定会让人特别的解压。没错，真的神清气爽。而且我这次的断舍离有一个小小的进化，我觉得极大的减少了我的决策的压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就是你有很多物品会纠结扔还是不扔。就是我现在的一个 tips 就是设置一个物品的中转站。就是我在断舍离的过程中，我会把我舍不得扔的东西全部放进去，我不纠结。但是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面，我会尽量的提醒自己去使用它们。那如果我用了，我就让它正式归位；如果半年我这个箱子里的东西都没有碰，那我整个就是直接果断的扔掉。然后我亲测真的很有效，就是你断舍离的过程会变得很轻松，你没有太多的决策的压力。我的断舍离方式跟你有点殊途同归的感觉，就不谋而合。就是我会为了减少每天做日常决策，所以我会在固定的时间里面把每周的搭配做好，并且呢，我可能买了某一件衣服之后，我会快速的把它做几个固定的搭配出来。那这样我每天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在想怎么穿搭嘛，早上起床的时间也不会浪费更多了。那这就会让我发现，其实有很多衣服它是没有使用频率的，进而我就会减少购买此类型的衣服，或者说我会想办法把它处理掉，并且呢，也会发现其实一个季度也就那么一些时间。我之前的衣服呀、穿搭呀，它的数量是远远溢出来的。是的，而且我现在会觉得这个过程，我不是在被动的做家务，我也不是在完成一个什么任务。我会觉得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真的是会对人的能量起到一个重启的一个作用。就是我经常觉得，不管是外面狂风暴雨，手机里的信息那么多那么复杂，但是我至少可以控制的是，我把我自己居住的这个小环境收拾成一个很干净很明亮，可以让我很安心的喘口气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会觉得我经常收拾完家里，我停下来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我这个亲手照料的很好的这个空间，会反馈给我一种非常巨大的肯定，就是我觉得我完全有能力把眼前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舒适又漂亮，它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暗示，让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更加有信心，让你对美好的生活更加有向往。是真的，我觉得这种由内而外所发出来的秩序和安宁，它是滑动不管我们再怎么刷手机，它也其实是刷不出来那种踏实和幸福嘛。然后除了收拾房间之外，我还有一个另外维度上的收拾，就是整理你的人生资料，给生活来个大扫除。就听起来会有点枯燥哈，但其实我自己实践起来做完了，真的爽到飞起。就是你想像病历啊、学历文件啊、资产证明啊、重要信息、重要联系人的信息等等的，是不是每次要用的时候就会到处乱找，焦头烂额都不一定找得到，而且你越着急越找不到。那我有一次就周末闲着，我就开始梳理，我这个周我要干嘛干嘛，那个周我要干嘛干嘛。我的目标就是要在每个周去把比如说像病历，比如说像学历文件，全部都整理出来，拍照电子化全部都存好。那下一次当我需要去使用的时候，我手机一翻，那就清清楚楚的，马上就可以用，沟通效率也会变得非常高。那其他资料也是一样的逻辑嘛，就建议大家可以找个时间系统的去整理一下，无论是呢在线上去建立这种电子文件，还是实体的文件盒啊等等之类的，做一个更好的归纳和收获。那你就会获得一种人生尽在掌控中的这种秩序感，它会减少很多我们临时啊需要用到的时候那种慌乱和一下子明天要去看病了，我找不到我之前的东西的那种压力。真的，我觉得这个建议真的太好了。就是我以前啊，比如说我的身份证，我永远是不知道放在哪里的，然后我很多我要用的文件，我可能都是临时去找。虽然你也有可能很快就能找到，然后你下次也可能把这个事情忘了，然后下次遇到的时候再重新去找。虽然你
可能当下感受不到它消耗了你很多能量和时间，但是实际上每一次那个一点点不舒适，然后那种要去找东西的慌乱感，其实都会影响人整体的这种幸福感和稳定感。所以呢，我现在也是非常能够理解这种井井有条的感觉。所以呢，我的很多东西都是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然后我用完我一定会放回去。然后这个小小的习惯，我觉得就可以减少我平时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会有一种安全感。就是你对自己的信息会有一种安全感。是的，所以我的习惯呢是用 Notion 这个软件记录下我所有的东西，就不管是我现在的年度计划呀，我的每天的日记，还有我的一个知识体系的搭建，比如我学到什么东西，我想要记录下来，我都会 all in one 的放在这个 Notion 里面。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提到的，我每年都会做一次的那个普鲁斯特问卷，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都会分类的存在这个软件里面。其实它就相当于我的一个个人的资料库，这几年来我都是用它，就已经变成了我的第二大脑了。我其实跟你是很相似的，但是我其实是会用苹果自带的那个备忘录。然后因为如果你是苹果全家桶的那种用户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切换不同的设备的时候真的很方便，且呢它也是在很多设计细节上面其实是会考虑到极致的精简，然后是很能够帮助完成目的的。同时我相信别的系统的也会有肯定也会有对应的产品。好，那说到在家除了玩手机还能做什么，其实我想到我有一个一直非常想要坚持下去的事情，就是冥想。但说实话，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冥想还蛮难坚持下去的，就是因为你要坐在一个地方，然后什么都不想，然后思绪放空，其实这个很难，因为你平时在手机上获得那么多及时的快乐，让你一下坐在那儿半个小时太难了。然后呢，我经常就会坐在那儿，我就想，哎呀，时间到了吗？然后我就一直会忍不住的思绪乱飞。其实我感觉我身边不止一个人这样子，好多人就尝试过冥想这件事的人都会说他知道很好，就训练我们的注意力嘛。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可以进入心流状态呀，训练我们注意力集中呀，但是真的非常难坚持。没错，然后我现在学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聪明的方法，叫做习惯绑定，就是把一个你想要去坚持的新习惯和一个你已经稳定的旧习惯绑在一起做。然后我就发现了，对我而言，这个绝配就是我一边泡脚一边冥想。就是你想，就是泡脚本身就需要你安安静静的坐个20-30分钟，所以它正好创造了你冥想的物理条件，你必须得乖乖的坐在那里。所以我一般呢就是把我的泡脚桶的温度设好，然后定一个比如20分钟到30分钟的计时，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感受脚底传下来的这个温暖，然后就闭上眼睛，把我注意力轻轻的放在我的呼吸上。甚至是我用这个泡脚桶，就是我们这次推荐的这个妙界泡脚桶嘛，它不是自带了那个按摩的功能吗？然后我觉得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注意力的锚点。我突然想到，我听好多那种冥想带着你冥想的那种音频里面，它本身就是不断的让你去在乎你的身体感受，对，然后有一个注意力的锚点跟着它走。你刚刚这个真的太启发我了，因为我觉得泡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在物理和精神状态上面同时结合的一种方式。是的，我现在冥想，我就会跟着那个足底按摩的那个节奏走，就是感受它的每一寸的发力。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的注意力一下子就可以集中起来，就比我硬坐着冥想坚持很多。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每天晚上都很期待这个仪式。如果我们边玩手机边泡脚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大脑还是没有在休息的，还是在比较混乱的走的，就是你只是在走一个过场，就好像洗澡，你可以洗得非常干净非常享受，但是你也可以匆匆忙忙的洗一个嘛，非常粗糙的洗一个嘛，然后就把泡脚这个事情跟冥想结合在一起，就还我真的觉得蛮妙的，我要马上去实践。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试一试冥想，又怕坚持不下去，我觉得不如可以试一试把它绑到你已经有的放松的程序里面。那如果有一个能恒温，然后又能定时，又能够按摩的一个泡脚桶，那可能就是可以帮你开启这个双倍治愈组合的一个最好的伙伴。我突然想到，我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原本想分享的是很好可以跟你这个东西做结合的，就是我的建议如何放下手机，就是可以把一些健康习惯 SOP 化。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肯定都是知道很多健康习惯它好，但是会觉得很麻烦，内阻力很大，
很难坚持。但是后来我换了一个思路啊，就是我拿泡脚来说，我不是要坚持泡脚，我是想要我睡得更香，身体更好，所以我就要把我这个睡前泡脚这个动作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我晚间的流程里面。我到了那个点，我就必须要去。我最先开始通过闹钟，我后面我身体就好像到了那个点会接受指令一样的，我要该去泡脚了。就一旦开始我有这个心理承诺了之后，我就会慢慢形成习惯嘛。那当我们没有明确被安排好时间的时候，身体其实是会本能的像我们第2期所说到的，会选择一个最轻松的消遣方式，就是刷手机。但是当我们有了非常清晰的对自己很有益处的这种小 SOP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减少这种因为迷糊而导致的意志力消耗，就类似于刷手机啊，或者做一些我们自己可能不是那么认同它价值的事情。那前面我们聊的都是我们放下手机去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一点外力把我们从手机屏幕里推开的。因为手机的吸引力太强了，所以我之前试过那个苹果自带的那个屏幕时间限制，我觉得太生硬了，我使用过几次，但是最后总是忍不住把它关掉了。我也是，就比如说我给小红书设置了2个小时的使用时间，然后到了时间呢它就会打不开嘛，但是你真的很想接着往下看，但是你就没有任何方式再打开它了，除非你把这个功能关掉。我就是那种反反复复打开又关上的那种。所以这其实还是没有效果嘛，从根本上来说。然后直到我使用了一个 APP 叫做自律石头，这个是 APP 我已经坚持用了2年了，就是它对我降低这个屏幕使用时间非常非常有效。就是它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它把自律变成了一场游戏。它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用正向时间去兑换你的娱乐时间。就比如说什么是正向时间呢？就是你可以定义你手机里的一些 APP 作为正向时间，比如说背单词，比如说微信读书。那你用这些软件的时间呢，它就会给你记录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去兑换你玩娱乐 APP 的时间。然后这个 APP 呢，它还有一些兑换模式，比如说它可以连接你手机里面健康那个系统里面帮你记录的步行时间步行步数，然后比如说每1000步你就可以兑换10分钟的玩娱乐方面的 APP 的时间。同时你还可以在 APP 里面启动正向计时，比如说你专注学习25分钟，这25分钟你手机里面的很多 APP 都打不开，那你学习完之后才能解锁20分钟玩手机的时间。这个设定真的太戳我了，就它不是一种硬限制，而是你好像就感觉你是靠自己挣了娱乐的时间，它就是又会有成就感，同时你又不会感到焦虑。是的，就是这样子，刷手机的时候也不会有负罪感，就我觉得是我努力过后的奖励。而且它给了我一种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玩乐的这种公平的感觉，而不是被剥夺的感觉。对，自我认可都变高了。然后我现在用了快2年，我不仅没放弃，然后我屏幕使用时间还降了一大截。然后我现在很神奇的就是我每次玩手机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要不我先去做一点别的正向的事情，把这个时间先赚回来。所以它很巧妙的引导你，就是把注意力从我不能玩手机的焦虑，然后转化到我要如何更好的玩，我要如何的劳逸结合。这真的跟我安利上了。而且我在想，其实很紧绷的人，就一直在努力埋头学习的人，也非常需要这样的平衡。是的，是的。其实说了这么多，不是想让大家完全戒掉手机，而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放下手机。当我们放下手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失去娱乐、失去快乐，而是切换到一个更丰富、更立体的世界频道当中。就我们向外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吸取世界的能量，保持我们的好奇和我们对生活的活力。那当我们向内收的时候，其实是在构筑我们内心的秩序，就获得我们生活里面的宁静感、幸福感和掌控感。所以我觉得聊了这么多，我们都是在说同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人生远远不止一块屏幕里所能展示的东西，我们的能量也远远不只能从屏幕里获得。那手机里面它有海量的信息，无尽的比较，然后被算法那种精心编排的一种热闹感。但是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无数次的下滑刷新，我们真正在寻找什么呢？我在想，有时候或许是在寻找一种连接感，就与他人的连接啊，与世界的连接，以及我们想要跟自己内心进行连接。
但是当我们刷手机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这个连接是很难真正的到达的。所以而且我往往发现这种连接在线下真实的生活里才会很意外的出现。所以我觉得希望我们都能够勇敢的从手机里面探出身来，全情的投入到我们这么宝贵的现实生活中。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全部的内容。好，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